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在过去的1年里，我基本上都是使用索尼的系统，2台1年不到的 A7M4 加起来也拍了超过11万张照片了。在这个小小的1平米角落里，从一开始仅有的3支腾龙大3元变焦镜头，变成如今这一套索尼的原厂镜头。其中有1支镜头我已经使用了小半年时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发它的测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评价它。它就是索尼的2470 f2.8 GM2 代。那今天呢，让我抛开参数，和大家分别从拍照还有拍视频的角度来分享一些我的真实长期使用体验，还有它到底适合哪一类型的用家来购买。在过去20年的摄影生涯中，2470这一焦段的镜头我一直都有使用，特别是在我使用尼康数码单反的年代，也是我在这个初学者生涯中最常用的镜头。而转入尼康的无反系统之后，我仅购入了2470 F4S 那一支套头，而并没有入手2470 F2.8S 那一支。因为在过去几年拍照的时候，我主要是使用定焦镜头，哪怕是婚礼或者活动拍摄，我还是坚持使用24、35、50、85这几支定焦镜头。也由于疫情还有我个人的原因呢，在前几年我都极少参与商业活动的拍摄，那所以呢，2470、70-200这类型的大3元镜头，在过去几年基本上都是在吃灰。那最近这几年，随着我的拍摄习惯的转变，我现在更喜欢定焦大光圈镜头的虚化表现。在绝大部分的时候啊，我宁愿同时使用双机拍摄，在2台相机分别挂上不同的定焦镜头，也不会使用变焦镜头。那我总觉得2470这类型镜头所拍摄的照片相对来说有点平淡，过于真实，那总差那么一点点的意思。但是随着疫情过后，如今我们这边呢已经基本上是恢复正常了，各种的商业活动拍摄呢也是成倍的增加。那所以啊，最近半年只要是商业活动或者是出国旅拍啊，我都肯定会使用2470 F2.8 这一支镜头。那在这类的活动中，现场一般都是人山人海，拍到比一切都要重要。也由于场地的限制，我也不可能仅使用定焦镜头，靠自己前后移动来改变这个构图。那在这类活动中，我经常都需要兼顾拍摄大场景、人物合照，还有记录现场突如其来的每一件大小事情。2470这类的变焦镜头基本上都可以覆盖绝大部分的这个画面，也由于它搭配了4个 XD 的对焦马达，再加上索尼非常优秀的对焦系统，在这种即时拍摄中，它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每一次的精彩瞬间，它都能够保证100%完成任务。那在婚礼拍摄中，2470也成为我在婚礼仪式上新人跳舞时候其中一台机身上面的挂机镜头。但是呢，在其余的准备环节、外景拍摄，还有晚宴中，甚至是各种的生日 party 中，我还是坚持使用定焦镜头，因为F2.8 的变焦镜头所拍摄的画面，实在是和拥有 F1.2 或者 F1.4 的大光圈镜头所拍摄的照片有着明显的差距。那所以呢，如今只要是我觉得可控、可预判的场景，我都基本不会把这一支镜头作为我的首选镜头。相反，当我拍摄视频的时候，特别是单兵作战的时候，2470这类的镜头则是我的首选镜头。在我使用索尼 S3 的时候，基本上我之前拥有的腾龙2875就是我 S3 的挂机头。在拍摄婚礼的时候，我之前都是 S3 加2875搭配稳定器使用，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满足我一整天的拍摄了，非常轻便。就算是拿一整天了，也不会特别累。但是28毫米这个焦段真的是略显尴尬，
在某些时候28就是不够用，24毫米还是刚需。那所以呢，之后呢，我又买了这个24 f1.4 GM， 购入2470 f2.8 GM 之后呢，我以为它可以完美解决我所有的需求了，拍摄视频也不需要换镜头了。但是在我的实际拍摄中，我发现2470 GM 2代虽然已经比1代有着明显的轻量化了，但是它还是比较重，把它放在稳定器上面，其实并没有特别的轻松。如果仅使用1到2个小时的话，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需要拿着稳定器拍摄5到8个小时或者以上，对于我本人来说还是比较累，容易造成画面的不稳定。不过这或许仅是我个人的问题。那也由于它是外变焦，而且在变焦过程中生出来的长度还是比较多的，在改变焦段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必要调平一下。那所以呢，在过去半年中，只要是视频拍摄，2470基本上都是手持或者在3.3上面固定拍摄。那如果是稳定器拍摄，我还是更热爱搭配这个1635 PCG， 还有这个24 f1.4 GM 这2支镜头来使用。如果真的一定要在稳定器上面使用2470 GM 2代的话，我都会非常怀念腾龙的2875。说到手持拍摄，这次2470 f2.8 GM 2代的确对视频拍摄用户有明显的优化，无极光圈环的设计也非常有利于视频的拍摄。那虽然呢，它并没有自带防抖功能，但是把它放在相机之后，手持拍摄，我还是觉得它的重心比较均衡。如果在开启加强增稳之后，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这个效果的。那在呼吸效应控制方面呢，这支镜头也是非常优秀。那在改变焦点的时候，不仅对焦速度极快，在焦点切换中也难以看到任何的呼吸效应。这一支镜头这次有一个重大的升级，就是加入了这个 Smooth 和 Tight 的这个切换按钮。那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其实我都会把它放在 Smooth 的这一个地方。那但是呢，当我需要俯视角度拍摄，那或者呢是放在包里面的时候呢，我则会把它放在 Tight 的这个模式这里。那在实际使用中我并不会觉得它有多大的这个实际用途。那在我看来呢，这个按键呢，就是和普通镜头上面的那个锁定按键的功能呢，其实是非常的接近的。那我也看到网上面呢有不少的一些测评说在这个Tight的模式下其实是可以实现非常线性的变焦过程。那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在实际的操作上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其实我个人呢，更希望它是有一个电子的变焦控制的，就像那个1635那一支镜头那样子。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画质。其实我觉得如今绝大部分的专业镜头都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索尼的 GM 镜头，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可挑剔的。一句话总结，无论在24毫米还是70毫米，无论是传开光圈还是收光圈，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基本上都是表现优异。这支镜头的近摄功能也是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在24毫米的时候仅为21厘米，70毫米的时候仅为30厘米。在实际使用中，我发现近视的时候还是需要收1到2档这个光圈才是有比较好的画质表现。这支镜头的紫边、色散还有畸变控制方面呢，其实表现还算是不错的。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如今都是可以通过后期的 Lightroom 来增加镜头的配置文件，就可以一键修复所有问题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距离这支镜头上市已经是半年了，Adobe 呢也更新了3次了，每一次都没有增加这支镜头的配置文件，实属罕见。如果有哪位观众知道为什么的话，请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感谢大家。一直以来都有不少朋友说2470是一支干活头，
如果不是专业摄影师，就没有必要购买了。也有朋友说，这是新手第一支必买的镜头，因为它覆盖了大部分常用的焦段。那还有朋友说，它是一支旅游镜头，更有人会拿它和索尼的24-105f4 镜头来做对比。以上的所有结论都对，但是在我看来也并不完全对。第一，如果你是婚礼活动，甚至是兼顾一下拍摄产品的摄影师，那并且你在拍摄的时候仅使用一台相机，我觉得2470这样子的焦段的确是值得购入，而且是必须购入。那到底选择索尼的2470 f2.8 GM 二代，还是腾龙的2875 f2.8 二代，适马的2470 f2.8 DGDN， 那完全是看您的预算了。那我相信，无论你用哪一支镜头，你的客户一般来说都无法看出照片有什么巨大的区别。而我从腾龙的2875一代升级到这一支镜头，完全是因为需要24毫米的焦段，还有看中了它更强的防尘、防水滴性能。相反，如果你习惯使用双机拍摄，还有非常丰富的拍摄经验，仅使用定焦镜头或者是定焦搭配70-200 f2.8 这类镜头来拍摄一些婚礼和活动，也未尝不可，完全是个人喜好。那我觉得2470未必是刚需，它或许是一支备用镜头，而不是你的主力镜头。对于新手来说，特别是索尼的用户，我不建议花如此高昂的价格去购入这一支镜头，我更推荐购买副厂。那因为如今腾龙和适马真的是性价比极高，日常拍摄使用绝对是可以了。那省出来的钱也可以买1到2支定焦镜头，或许是会更加的合适，更好玩。那对于到底是购买2470还是24-105呢？我觉得完全是看个人的拍摄题材还有需求了。如果主要是在户外日光环境拍摄照片或者视频，24-105的确不错。如果是需要兼顾室内弱光或者晚间一些拍摄的话，那2470 f2.8 其实也是可以勉强应付一下的。那它到底是否是一支好的旅游镜头呢？我觉得就完全是取决于你的目的地，还有你到底想带多少支镜头来出游了。那不过呢，这个月底我也会出国旅游，2470 f2.8 GM 二代我是肯定会带上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还有几天就是双11了，双11来京东，数码产品等着你。B 站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活动标签，闪光的1平米，分享你的1平米好物吧。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请给我点赞、留言、投币，还有分享出去。还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